你是环宇集团的创始人，环宇不能没有你啊！求您出山！请周总出山！请周总出山！我创建环宇，是为了有更多的资源，找到我的双胞胎妹妹。可惜60年过去，她还是音信全无，没有亲人、金钱、权势，于我而言都是浮云。你们回吧。如果我说我们找到她了，是他，和我长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脸。小冉，60年了，小冉都当奶奶了，儿孙双全，她一定过得很幸福吧？孙秘书，通知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我重新接管环宇集团董事长。另外，即刻安排私人飞机，我要回国，与我妹妹团聚。是。小冉，这次姐姐也要好好弥补你，将我打下的万亿集团与你分享。人老了就是不中用，连个饭都做不好，你放这么多盐，是要咸死我们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2天真的吃不出甜咸了。你要是不满意，你就再换个保姆吧。换个保姆啊？好让你偷懒呢？还是你想让外人知道我们对你有多不好？你这个臭老太婆，好歹毒的心呐！妈，你一个从小被我们家收养的童养媳，没有我们赵家，你不知道早死哪儿了。所以啊，你这辈子就得好好伺候我们全家，我们打你啊、骂你啊，你都得受着，明白吗？咱们家年年被评为模范家庭，我呢，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，儿子耀祖又年轻有为，你要是不懂事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个不和谐的家庭，知道后果吗？啊？我不会跟外人说的。你是我儿子，耀祖是我孙子，我当然想你们好，我会好好干活的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。旺财，来，我有好吃的给你了。哎，谁让你上桌吃饭的？你的饭在那儿呢。可那是旺财吃的鱼刺啊！妈，你真是年纪大了呀，老眼昏花呀！哎呦，哎，这外国的鱼哪叫鱼刺啊？这是鱼骨头，补钙的，最适合你们这种老年人了。快吃吧！哎，吃啊！吃啊！快吃啊！吃啊！妈，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儿子喂喂你啊？啊！我吃，你别打我！快！磨磨唧唧的，哼！快吃啊！明天耀祖回来，多做2个菜，听到没有？媳妇儿，来，多吃肉。
哎呦，可不错，哎呦，耀祖啊，律所那边不是刚升职吗？你怎么有空回来了呀？妈，我今天回来呀，是有一件大喜事儿。哎呀，耀祖，你回来了！听说你当上大律师了，哎呀，真优秀啊！翠花，你可真有福气啊！老公是医生，儿子是律师，这一家子精英啊！哎呦，哪有呀？不过我今天看到你婆婆好像嘴里流血，去医院啦。奶奶怎么了？哎呦，还能怎么呀？昨天给她吃了人参鹿茸，上火了呗，让她少吃点，她偏不听呢。哎呀，这60、70岁了还这么嘴馋，这老太太不好伺候啊！可不是嘛。不过谁让咱们家孝顺呢？只要老太太爱吃啊，不管多么金贵的东西，我们都会变着花样给她弄出来的。先不说了，我带耀祖回去见奶奶了，拜拜。慢点啊！这个死老太婆，大白天的去什么医院呢？我看就是欠教训。对了，耀祖，你刚刚说的大喜事是什么呀？妈，我有一个能让咱们家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只需要奶奶的一个肾。一根藤蔓2个瓜，生来相伴不分家。就算风儿吹它，早晚也会回到家。小冉，我们就是一根藤上的2个瓜，姐姐永远不会跟你分开。姐姐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怎么还不来找我？赵家人对我不好，我丈夫打了我一辈子，我的儿子也有样学样，我太苦了，太累了。姐姐，我好想你啊！奶奶，快来吃饭了。奶奶，快吃吧，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鸡蛋羹。妈，你快吃啊！这可是你孙子的一片心意呀。是啊。哎，奶奶，快吃吧！哎，来，吃啊，妈！哟，奶奶，既然您吃了这个鸡蛋羹，我有件事想求您。什么事？哎呦，是你孙子的终身大事啊！他呀，被季家的千金给看上了。季家可是咱们海城数1数2的大富豪啊！妈说的没错，只是季小姐她爸病重，需要一个肾。奶奶，您的配型正好与她符合。您要是愿意捐一个肾，我就能娶季小姐，咱家就能飞黄腾达了。耀祖，奶奶就是没有文化，也知道没有一个肾我会死的。不会的，奶奶，一个肾而已嘛。况且你是我们家的童养媳，为我做点牺牲那是应该的。你最开始为爷爷做贡献，然后是为爸爸，那然后不就该我了吗？老天爷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孽呀？
生了你们这一群魔鬼！哎呀，奶奶，你鸡蛋糕都吃了，你还想反悔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还想跑？人老了，自己孙子做点牺牲都不肯，我看你是欠教育了。救我！谁来救救我呀！周总，这些都是给周女士的见面礼。不够，再给我备10个亿啊！这些年我欠小冉的太多了，这些钱怎么能够弥补他呢？这些年不知小冉过得好不好。周总，你放心，属下已经派人打听过了，周女士在被收养之后一直过得不错，她的儿子是个大孝子，孙子也年少有为。哦，他们一家还是当地有名的模范家庭。太好了，小冉过得好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就安心了。准备一下，等礼物齐了，我们就出发去赵家登门拜访。我不要去医院，程七，我是你妈，耀祖，我是你奶奶呀，耀祖，我是你奶奶呀，你们放开我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他们要杀人，我不要去医院。没事，我奶奶呀，她身体不好，我们带她去医院做个小手术。我奶奶呀，她年纪大了，怕疼。不是的，他们要割我的手！奶奶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奶奶呀，心疼钱，她为了不去医院，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。还有周姐，你说你这都一把年纪了，儿子孙子愿意给你出钱治病，你就好好享福，干嘛还要作妖啊？就是啊，这么孝顺的儿孙去哪儿找？你别矫情了啊！走，走，走吧。不是这样的。给我老实点！啊，哎，周女士，你是自愿进行器官捐赠吗？是。不是他。这。老李，咱俩一个科室的，别听我妈的，她年纪大了，脑子糊涂了。老赵，医院的规矩你也知道，病人非自愿，这个手术我做不了，你把老太太送回去吧。啊。老李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这可是我自己亲妈，我还能害她呀？要实在不行，这手术我自己做，你后果我自己担。程七，儿啊，妈求你放过我吧。妈，好歹耀祖也叫你一声奶奶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？为了耀祖的前途，你忍一忍啊！开始。爸，你醒了！多亏了耀祖及时给你找到肾源，你才能移植成功。他可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。季叔叔，这是给您买的鹿茸和人参，补身体的。小赵，以后这些礼物就不用了，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客气了。我爸他是认可你了。谢季总成全，我一定会对兰兰好的。
老姊妹呀，你这掉了个肾，这么大的手术，咋就没个亲人来病房照顾你呢？亲人？他们哪是亲人，分明是魔鬼。周微然，你这30块钱床位费都没交，赶紧出院吧。好痛，好苦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小冉，我们终于要团聚了。走，去赵家。这次啊，又聘了一个模范家庭，多亏了大家啊！哎呦，这是你该得的。旺财呀！哎呦，我的旺财呀！妈，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？你没看见旺财掉下水里了吗？你快下去帮忙救啊！快呀，快救救吧！不，我不能下水的，我刚做完手术，我下去会死的。妈，旺财也是我们的家人呐，你怎么能对家人见死不救呢？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哎，太小气了！你却连我的狗都不救，你对我这个儿媳妇的意见就这么大吗？就是啊！哎呀，周姐，你不是会游泳吗？你看你儿媳每天山珍海味的供着你，你连她的狗都不愿意救，真是太丧良心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帮帮忙吧！你看我们都不会游泳是吧？啊，妈！哎呀，旺财！哎呦，我的宝贝！哎呦，旺财！哎呦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吓死妈妈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死老太婆，差点让我的狗溺水！今天必须给你个教训！妈，你年轻的时候不是游泳健将吗？哎呦，你就别装什么柔弱了，你赶紧上来呀！上来呀！救命！周姐，是不是溺水了？啊，溺水？这不可能，叔啊，你就别想了。他就是还记着早上我们送他去医院做手术，这是在跟我置气呢。哎呀，我们先走吧，等他闹够了，自然也就上来了。哎呦，你妈也真够奇葩的！你看你们这么宠爱他，他还不知足，一天天净这些事儿。宠爱，我这辈子没有得到过一丝的宠爱，除了姐姐。小冉，我们是一根藤上的2个瓜，就算暂时分开，最后也一定会再相伴在一起的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来？哎呀，死了，或许就能和姐姐团聚了。小冉，姐姐终于要和你团聚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有人落水了！快报警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姐姐，我终于解脱了。姐姐，是你来接我了吗？我终于不用再受苦了。这人是谁啊？这人是谁啊？没事吧？没认识没事吧？小冉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呐！我是姐姐，姐姐回来了。姐姐找了你50年，终于找到你，你不能掉下姐姐呀，小冉！小冉！周总，周女士长时间溺水，脑部缺氧，
已经成了植物人，可能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了。不可能！我跟小冉刚才重逢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对周女士的身体进行了全方位检查，发现她身上多处伤痕，肋骨断裂增生，左耳因暴力失聪，很明显是长时间处在暴力之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发现她刚刚丢失了一颗肾。你说什么？周总，即使不落水，周女士这么大年纪又丢失一颗肾，也很难活下去了。血！这，孙秘书，你不是说小冉活得很好吗？他的儿孙也很孝顺吗？这些伤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周总，对不住，我立刻去查。小冉，是姐姐对不住你，让你受苦了。姐姐，爸爸妈妈都不在了，以后我们怎么办？小冉别哭，姐姐在呢，姐姐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你相信姐姐，咱们就是一根藤蔓上的两个瓜，永远不分开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姐姐，你也吃啊。现在四处闹饥荒，咱家口粮只顾管一个人，只能领养一个。你们自己选吧。我可以把我妹妹交给你们，但你们一定要对她好。好，我们一定把她当亲生女儿养。姐姐，我要跟你一起，死也不分开。小冉，我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，就算暂时分开，最后也一定会再相伴在一起的。你放心，姐姐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来找我，小冉等着你。姐姐，是姐姐失职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周总，周女士身上的伤我们没有头绪，他们也确实是模范家庭，但这次我们查到给周女士做肾脏摘除手术的是她的儿子赵成器。儿啊，妈求你放过我吧。妈，好歹耀祖叫你一声奶奶。赵成器，我管你是大孝子还是大恶魔，把我妹妹欺负成这个样子，我要让你百倍奉还！都这么晚了，这死老太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是要饿死咱们吗？奶奶可真是的，不就要她一个肾吗？至于离家出走吗？我可是她亲孙子，一点不把我的钱都放在心上。放心，儿子，他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他能跑哪去？这狗啊，饿了自然就会回家了。他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好，季总，大驾光临，敬茶敬茶，来，坐啊。哎，好，季总，您喝茶，来喝茶。耀祖，我爸已经痊愈了，特意来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。季叔叔，能给您找到肾源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哎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过来一趟？小赵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次过来呢，不只是感谢，我们公司啊，已经跟环宇集团牵上线了。环宇集团就是那个全球100强集团。他们创始人号称是商界女王、华尔街之狼。哎呀，季总，跟环宇集团搭上线了。哎，没错，环宇集团呢是一个非常重视孝道，也非常重视家庭的公司。
那正好呢，你们家又是模范家庭啊，你呢又是个大孝子。我们这次准备啊，让耀祖代表我们季氏去跟环宇集团合作。季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拿到环宇的合同。好好干，当你拿到环宇合作的那一天呢，也就是跟我女儿订婚的那一天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周美冉。像，周总，您跟您妹妹简直是太像了。只是，你要惩罚赵家人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环宇集团就能让他们家身败名裂。我的妹妹做了一辈子别人的老婆，妈妈、奶奶却落得满身伤痕，最后得到这样的下场。我一定要查清楚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，然后为她报仇。周总，我查到了，赵家人今晚就会参加环宇集团的商业交流会。备车去交流会现场。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，张总。是啊，听说您最近又签了一个大单，最近怎么样？真是厉害。对，还挺忙的。儿子，只要你今天拿下环宇的订单，以后咱们家就飞黄腾达了。老婆，你放心就行了，人家环宇集团最看重的就是孝道，我呢又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，耀祖又是大贤孙，这订单呢咱们十拿九稳。欢迎大家来到环宇集团商业交流会。我们环宇集团的创始人周清荣女士非常看重家人，她的理念影响了我们环宇的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环宇对于合作方的选择必须是对长辈的孝敬，对家人的友好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00亿合同的项目，到底有谁有资格能拿下这些项目？要说到孝道的代表啊，我们季氏的代表赵耀祖就是典型的孝子贤孙。他们家呀是有名的模范家庭，他爸爸呢赵成器又是一个知名的大孝子。耀祖啊，你上台说一说，你平时怎么孝顺你奶奶的？快跟大家讲讲。好。我认为啊，孝顺是耳濡目染。从小呢，我的爸爸就对奶奶非常的孝顺，他没有让奶奶做过一次家务，也没有对她说过一次重话。就连我奶奶经常打我爸，我爸都不曾还手。你要是不懂事，让别人知道我们是个不和谐的家庭，知道吗？而我妈呢，对奶奶就更加的好了。我妈每天亲自做饭，让奶奶第一个吃，只有奶奶放下筷子，我们才能吃。哎，谁让你上周吃饭的？你的饭在那儿呢。奶奶想吃什么，人参、鹿茸、燕窝，我妈都会给她买。而我呢，是一个特别注重奶奶身体健康的人。但凡她身体有一丁点小毛病，我都会放下工作，带她去最好的医院去治疗。她最近生了病嘛，我也给她安排了最好的病房。周美冉，你这30块床位费你没交，你赶紧出院吧。这家人真孝顺啊，听得我都感动了。对呀，不愧是模范家庭啊。要是我老了以后有这么孝顺的儿孙，那可就享福了。环宇集团的合作就是为你这种有孝心的人准备的。我们商量过，这100亿订单是你的了。啊！我的孙子这么孝顺，我这个当奶奶的怎么不知道？这就是赵家老太太。
不是说生病住院了吗？怎么来宴会了？乔大这一身朴素，衣服都洗得褪色了，不像是被精心照顾的样子。这死老太婆被摘了个肾，还有能耐跑过来，该不会是来闹事的吧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成亲，儿啊，妈求你，让大夫住手吧。就是你伤害了小冉，能不能别这么自私？你为耀祖的前途，你忍一忍。这动手了！这个畜生，怎么自诩孝顺，连你亲妈的一个耳光都受不了了？你妈，我是心疼您呐。打得好，手没打疼吧？老东西，你回家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赵先生，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哦，刘总，这是我奶奶呀，生我爸的气了。是我奶奶呀，她特别疼我，所以呢就一直吵着呀，想来参加我的这个升职加薪。我爸呢又担心我奶奶的身体，想让她回家。你看看我奶奶呀，发多大的火！哎呦，奶奶，您身体不好，还是先回家吧，免得让我跟爸妈担忧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早就听说赵家老太太不讲道理，上来就动手，也亏这家人能受得了。还怎么这样？这老太太也太过分了吧！奶奶，别惹事儿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你们这群坏人的真面目。这一家孝子，表面上做出一副孝顺做派，博取好名声，背地里却把自己的奶奶随意打骂，还把她的反抗宣扬成不讲道理。既然你这么孝顺，怎么舍得割下你奶奶的肾，为你换前途？我的好大孙，一个肾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听着像有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闹的什么事儿啊？他说赵耀祖割了他的肾，没见过这样的，这不可能啊！哪听说过这种事情？不是说赵家是最孝顺的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一个小小的律师，突然被季总看上，还有资格参加环宇集团商业交流大会，站在这台上春风得意，还不都是因为你逼我为他捐了一个肾吗？啊，这原来肾是您的呀！之前不是听说季总得了肾癌吗？之前一直在找肾源，都没匹配到，结果突然又痊愈了。原来是割了赵家奶奶的肾啊！亲孙子骗奶奶的肾求荣，简直闻所未闻呐！哄堂大笑了。哼，这算什么模范家庭？一家禽兽！继之，赵耀祖，没想到你们两个男人居然联合起来欺负一个老人家，你简直是个畜生！还推选孝子代表，差点把我们环宇给骗了。我们环宇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渣合作。呀，刘总，我也不知情啊！不说肾源是机关库的吗？怎么会是你奶奶的？你竟敢骗我！季总，刘总，这都是误会，你们别听我奶奶胡说，她老糊涂了。这个肾是我奶奶的不假，但她是自愿捐赠的，她心疼我，想为我的前途出一份力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我奶奶亲自签的，这白纸黑字还能造假吗？这是我奶奶亲手签的合同，白纸黑字，这可做不了假啊！妈，为了以防万一呢，请你先把这个给签了，就说这肾是你自愿要捐的，这样呢才不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名声。不，妈不签。儿啊，妈签了会死的。你本来就是我们家的童养媳，你的一个肾跟耀祖的前途比起来，有什么要紧的？赶紧给我签了！不，我不签。哎，这还真是自愿捐赠的协议啊！看来是老太婆在故意找茬。我是赵家的邻居，赵家可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家庭，儿子、媳妇还有孙子都孝顺，肯定做不出伤害长辈的事情。倒是这老太太呀，忘性大，
还爱作。哎，这老爷说的对呀，啊，这老太太怎么能这样呢？您又老糊涂了。您之前说过，您最心疼我，想为我的前途出一份力，这死活的呀要给这个季总捐肾，我们不让啊，但您绝食相逼，我们那才百般不忍，同意的。不愧是精英律师，做事不讲良心，谎话张口就来。骂谁呢你啊？妈，您别急，奶奶呀是咱长辈，只要她开心，咱们受点委屈无所谓的。哎呀，多孝顺的孩子呀！倒是这老太太真不懂事，白纸黑字的，还非要赖人家。你说你毁了儿孙的前途，对你能有什么好呀？人老了，总想着在家作威作福。要我说，这种不知足的老人就该送到养老院，被护工教训几次，立刻就老实了。是像这种老人没办法，过分。我们是绝对不会把奶奶送到养老院，即便她对我们再不好，她也是我们的长辈啊！哎呀，多孝顺呀！多孝顺啊！你这群魔鬼，吸小冉的血，吃他的肉，还要在外面这样的颠倒黑白。不过，现在姐姐来了，你在这个家受的苦，受的委屈，姐姐现在就替你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原来是个误会，赵先生，您的孝心我服了。我代表环宇，正式向您发起合作申请。哎呀，都是误会呀，误会！还杵在那干什么？还不谢谢刘总？能得到刘总的肯定，是我三生有幸。慢着，奶奶，你还要干什么？爸，快带奶奶回去啊！好啊，大家见谅啊，大家见谅。妈，你又老糊涂了，儿子这就带你回家。你们宴会继续，宴会继续。老东西，看我回家非弄死你不可！赵成器，你说谎话可是一点都不心虚呢。你敢发誓，这个协议是我自愿签的？这老太婆没完没了啊！妈呀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啊？这白纸黑字，这就是您亲手签的呀！我要是有半句谎话，我出门让车撞死。是吗？妈，为了以防万一呢，你得先把这个签了，就说肾是你自愿要捐的，这样呢才不会影响到我们家的名声。妈，抱歉，儿啊，妈签了会死的。你本来就是我们家的童养媳，你的一个肾跟耀祖的前途比起来，有什么要紧的？赶紧给我签了！我不签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哎，对啊，怎么这老太这样？这事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？原来老太太才是最大的苦主，被儿子逼着割肾，你简直不是个人！这家人简直就是魔鬼！不可能！这病房的视频我已经删掉了。你从哪弄来的？你以为医院你可以只手遮天？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还苦苦哀求你放过我，现在你告诉我这个协议是我自愿签的，赵成器，你睁眼说瞎话，你的亲妈都成为你讨好别人的工具，简直丧心病狂，禽兽不如！这样对自己的亲妈，这人简直一点人性都没有。谁家没个妈？你不会老吗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合起伙来欺负一个老太太，还在外造谣人家矫情，让人家有苦说不出。畜生！畜生！呸！赵耀祖，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刘总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啊。爸，您不是说奶奶是自愿的吗？怎么连我都骗呢？妈，你难道真要毁掉这个家吗？刘总。我妈她年纪大了，她脑子不好，她有精神病。住口！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但是你每句话都在贬低你自己的老妈，你是不是当我眼睛瞎了，还是我的耳朵聋了？周女士虽说年纪大了，但她吐字清晰，逻辑缜密，做人做事都比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强得多。你说她有精神病，我看你才有妄想症。我告诉你，环宇是绝对不会跟你这种道貌岸然的人渣合作。刘总，我对这件事情真不知情啊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
有你爸这种人在，我不信你是什么好苗子。这百亿订单取消。哼，刘总，刘总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季总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季家怎么也说在海城是有头有脸的。沈源的事儿，你骗我也就罢了，今天当众让我丢脸。环宇的订单，你要是拿不下来的话，就给我从海城消失。哼！哎，玉兰，你替我劝劝咱爸。咱爸，赵耀祖，我以为你孝顺又能干，我才答应跟你交往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面兽心的东西。像你这种货色，连进我们季家的门槛都不配。玉兰，你别听我奶奶胡说，她脑子有病。我看你脑子才有病！你害季氏丢了项目，要是拿不回来，我要你好看！刘总，刘总啊，都是我的错，这是跟耀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不知情的。刘总，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开车。刘总，您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刘总，刘总，刘总，完了，百亿订单飞了，耀祖的前途毁了。都怪这个四老太婆，她人呢？躲哪儿去了？要是让我找到她，非剥了她的皮不可！陈奇，那车上好像是你妈哎！放屁呢！那他妈迈巴赫，我妈能坐这么好的车？去你妈的！别开啊！会不会开车啊？我新买的包！行了。玉兰，玉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你还敢来季家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哎，玉兰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能拿回环宇的项目。拿回来？啊？怎么拿回来？你看，捐肾的事真的是我奶奶自愿的，是她脑子糊涂，上了手术台又反悔，事后又拿监控来诬陷我，我也是受害者。玉兰，你放心，只要能带着我跟奶奶去找刘总解释道歉，我就能拿回环宇的项目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你奶奶看着慈祥，背地里竟然是个害人精。幸好他信了，这 AI 可真好弄，生成的视频不细看，根本看不出真假。耀祖，是我错怪你了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拿下环宇项目，到时候我爸就不会再生你气了。放心。周总，您先休息。哎，周姐，刚翠花打电话到处问你下落，你呀做事也太不厚道了。听说你搞砸了耀祖的合作会议，还害得人家婚事也黄了。你说你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啊？要我说，程曦他们对你这么孝顺，你怎么这么的恩将仇报呢？你这是。看来他们已经先一步在小区散布谣言，颠倒黑白，把这一切都栽赃到我这不安分的老太婆身上。以前的小冉百口莫辩，因为她无处可去，只能忍气吞声。但现在不同了，我儿子割了我的肾，出卖我这个亲妈，给耀祖换前途。这样的孝顺，你们要不要？割肾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们看看，这是真的吗？哎呀，老天爷呀！周姐，程曦他们真的割了你的肾？哎呦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以前我总想着他们是我的孩子，对我再不孝顺，家丑不可外扬。到现在，他们变本加厉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我是生了他们，可我首先是个人呢，其次才是他们的妈妈。是啊，周姐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对，支持你。这帮混蛋
就不配在咱们小区。是。都怪那死老太婆的，找着她打死她！哎，来了，还肯过来？张婶儿，见着我家老太太了没有啊？呸！叫谁婶儿呢？2个畜生，还敢进咱们小区？我砸呀！个士兵，张大力，你疯了！还疯了！不孝的东西，老子怎么不打了气死你呀！是不是我妈说了什么了？你们可不能信啊！你们不知道我们是模范。还想骗我们？当我们是傻子是不是？我打死你！你最好离我远点！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打算喷死你！被万人唾弃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而这仅仅是开始。烦死了！这个死老太婆竟敢煽动邻居围攻我！我要找到她，非撕了她的嘴不可！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有这本事呢？好啊，惹了这么大的祸，还跟个没事人似的在这喝茶呢！老东西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好好收拾收拾这老太婆，让她惹事！我，哎呦，我的眼睛！你没事吧？疼死了！你的神经这么什么？我的眼睛！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只不过是把你们对我做的还给你们而已。你们也知道痛，在手术台上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想想，你们的妈妈痛不痛？小冉，看吧，他们对你做的事，姐姐替你10倍100倍的还回去。恶有恶报，姐姐要为你一点点讨回公道。这老东西真是疯了，拿防狼喷雾喷我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！好啊，你个老东西，出息了，学会反抗了。可惜，你这一招只能对我用1次。我劝你识相点，现在立刻给我跪下求饶，我会给你个痛快的。原来平日里你们关起门来，就是这样对待生你养你的母亲的。啊，不对啊，这老太婆气场怎么不一样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程曦，你怕这老太婆干什么？关上门，谁也不知道咱们家发生了什么。今天非得把她打服不可。打服？你敢吗？监控！你什么时候装的监控？我什么时候装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从进门到现在的一言一行都被我录了下来。我只要轻轻按下这个红色的按钮，就会及时联网全网直播，到时候你们的真面目全天下都会知道，你们的名誉、地位、前途全都毁了。妈，你是疯了吗？我是你儿子，我要是毁了，你这个当妈的也好不到哪去。养你这样的儿子，还不如养条狗。狗还不会咬主人呢。程曦，你别被这老东西给忽悠了，他连手机按键都认不全，哪来的本事装监控啊？老太婆，把你的手机给我！不要啊！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赶紧道歉！你让我给这死老太婆道歉！老太婆今天气场不一样，她手机的视频可能是真的。我们先哄着她，等把视频拿到手，你想怎么折磨她，还不是看咱心情啊？啊！你叫谁老太婆呢你？这是你婆婆，是你孝顺的对象。妈，那个之前是我跟翠花对不起您，以后啊，我和翠花好好孝顺您，
还请您再给儿子一次表现的机会。这个视频千万不要上传，好不好？这就要看你们怎么孝顺我。妈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我给你道歉。声音这么小，没吃饭吗？声音大点了！妈，对不起，是儿媳错了。错了。妈，您是一家之主，您先吃。妈，快吃鱼！吃了这条鱼，把您的监控视频给我们呗。你吵吵什么？你吵吵，没看见我妈在这吃饭呢？再吵吵，我饶不了你啊！这死老太婆，以前连饭桌都上不了，只配跟狗一起吃饭，现在还神气起来了。他们竟然让小冉跟狗一起吃饭。你的位置不在那儿，在那儿。哼，死老太婆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我说让你去哪儿，就给我去哪儿。她是你婆婆，你就得孝顺她，不然我就休了你。哎，老婆，为了这个咱就忍一忍，等一会儿监控到手了，我一定替你出气，好不好，老婆？乖。妈，以前呢是儿子鬼迷心窍，听了这臭婆娘的话，我们娘俩之间才有了误会啊！您放心，以后儿子一定好好孝顺您。翠花如果有什么惹您了，您就告诉我，我替你教训她。妈，都说夫妻一体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你老婆在哪儿，你也应该过去。行，都听妈的啊，都听妈的。小冉，你受过的委屈，姐姐一定会一件不落的替你讨回来。怎么样啊？这监控能拆下来吗？螺丝都焊死了，镜头也是防弹的，拆都拆不下来。这老太婆以前连手机按键都认不清，又是从哪儿搞来这些东西的？真是邪了门了！爸妈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奶奶呢？耀祖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快过来帮忙拆这监控吧！哟，我的好大孙回来了。奶奶，您太自私了，我不就让我爸给你摘了一个肾吗？你终于跑到认知大会上去闹吗？我好不容易求玉兰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管，你赶紧给我去给刘总道歉！哎，小祖，监控，什么监控啊？奶奶，我不管你是下跪也好，求情也好，还是再找一个肾给季总，今天你必须帮我去把环宇集团的百亿订单给我拿回来。好啊，要百亿订单，可以啊。这才对嘛，奶奶，做长辈的就该给儿孙牺牲。百亿订单，就拿你的肾去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进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奶奶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妈，要干什么呀？这些人从哪冒出来的？耀祖他可是你亲孙子呀！这种狼心狗肺的孙子，
我要他做什么？我只要赵耀祖把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还回来。动手！我错了，要你的肾啊！奶奶，你放过我吧！你不是知道你错，你是知道你要完了。动手！要走！真是个孬种！周女士，人晕了。要走！妈，求你放过耀祖啊！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。妈，你饶了我们吧！要是真斩掉了耀祖一个肾，他可怎么活呀，妈？他一个大男人被割一个肾，他就活不成了。那我呢？你有想过我怎么活下去？你们在手术台上逼迫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有多害怕、多绝望吗？妈，我们错了，真的错了，你放过耀祖吧！只要你放了他，我愿意给你做牛做马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真的，做什么都愿意。你也是。愿意。小冉善良，我不想让他背负一个谋害子孙的罪名，先放过赵耀祖。是。至于他们两个，我求求他！累死我了！哎，程七，你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先是装监控，又是请保镖，简直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啊，爸，你得想想办法呀，咱们不能就这么任由他欺负呀，得想个办法弄死他。耀子说的没错，这老太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？还起了心的折腾我们，还安监控。我们是得想个办法，最好是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。哎呦，不行吧，还是得给他留一条命。我还要带着他去给环宇的刘总解释道歉。这季家的长龙快婿，我是当定了。留条命还不简单？程七，都怪你以前下手太轻了，才让这死老太婆犯了天了。要是早早的把她打服了，哪还会有现在这种事情？不行，还得找我爸妈跟我哥，只要他们同意出手，这老太婆就完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把我岳父岳母给忘了呢？对呀，我外公外婆都是混道上的，我大舅也是子承父业，那收拾个老太婆那不在话下呀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让这死老太婆跪着求我，悔不当初。小冉，姐姐已经帮你教训了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呀？姐姐好想你。周总，我们已经为周女士找了国内外最优秀的医生来负责她的治疗，您放心，她一定会醒过来的。啊，周总，赵城县那边有新动作了，他们去了苗家，恐怕是在找帮手。让他找，找得越多越好。啊，快！就这个死老太婆子欺负我家妹妹，哼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婆子，今天我让她知道欺负我女儿的下场。走！哼！
鱼儿上钩了，收网。正月里来正月正，哇！老赵又在擦你的奖杯啊！你这每天都擦，真上心啊！哎，你脸上这伤怎么弄的？哎呀，还能因为什么呀？我妈呗！我想给老太太炖只鸡补补身体，她嫌味淡，拿起碗来砸我脸上了。难怪，年年评先进啊，都有你。就冲这份孝心啊，谁不服气啊？哎，这可是咱们单位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啊，给咱们科室争光了。对，哎呀，不过老赵，你这个老太太呀，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你看你都这么孝顺了，可她还是不满，真是人老事多呀。哎呀，人老话怎么说？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又是咱们自己亲妈，还能怎么着？受着呗。死老太婆，现在估计都被苗家人打得服服帖帖了吧？哎呦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亲家母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谁是你亲家母？我是翠花大妈，你儿媳的妈呀，亲家母！养出这么嚣张跋扈、为虎作伥的女儿，还敢跟我攀亲家？今天我一块将你们收拾！啊！不对，你绝对不是周薇然。周薇然就是一个乡下没有见识的老婆子，唯唯诺诺，哪有你这么杀伐果断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的名字你们不配知道。现在要想活下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老赵，这次评优后，你就可以当副院长了吧？以后不能叫你老赵了，得叫你赵院长了。今天晚上评优结束之后，谁也别走，我请客，咱一起吃个饭。就算以后当了院长，也得指着各位多多指教呢。哎，客气客气了。哎呦，岳父岳母，岳父岳母，谁把你们打成这样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？嘿，混账东西！竟然叫我们去打你亲妈，你还是人吗？什么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老赵的岳父在说什么呀？老赵一个大孝子，找人打他亲妈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赵长庆简直不是人！他在外面说自己多孝顺，实际上就是个畜生，跟他那个家暴早死的亲爹一个样，专门欺负自己的亲妈。他妈一身的新伤旧伤，还被挖了一个痈子。这个畜生还不许他妈往外说，他毁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这个混蛋，还想把我们当枪使，还让我们去找你妈的麻烦，差点把我们给害死了。不可能啊！家暴亲妈还挖肾，这是犯法的。老赵是我们科室年年的先进个人，怎么会做出这事儿？岳父岳母，你们疯了吗？说什么疯话呢，在这儿！你还装？听听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岳父岳母，我妈最近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群保镖做帮手，我们收拾不了她，只能请你们出手了。别打死了，给我留口气就成。我回去一定好好。老赵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？我们单位里怎么能出你这样的败类？还评先进，我看你评个人渣还差不多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你还想当院长？以后你这个败类，别想进我们科室大门！走走走，出去，走出去！出去，走出去，走！出去！不是我说的，你给我走！这不是我说的。完了，完了，我的名声，我的院长梦全完了。赵成器，你最在乎的名声没了，好好尝尝这过街老鼠的滋味。这死老太婆现在已经被我爸妈他们打得跪地求饶，生不如死了吧？让她敢惹我！
啊！难道我该有什么事儿吗？哼！啊，不过我今天倒是遇到你的爸妈，他们好像惹到了什么大麻烦，急着从海城搬走呢，还说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奇怪，我妈怎么把我拉黑了？哎呀，妈！死丫头，别叫我妈！我已经搬走了，以后别来找我们，我们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妈！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你这个不安分的老太婆，竟然敢挑唆我跟爸妈的关系！看我不撕了你！这死老太婆还敢躲！老公，你快帮我！你妈不知道干了什么，我娘家人要跟我断亲了！你个扫把星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！看我没了声誉，没了工作！你又打我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要跟你拼了！扫把星，打死你！哎呦！赵成器坏了名声，丢了公子，苗翠花没了娘家，失了倚仗，只剩你了，赵耀祖。耀祖，环宇的合同到底什么时候能拿到？再等下去，我可就没耐心了。玉兰，你放心，快了，就这2天。就等舅舅跟外公他们，死老太婆收拾妥帖。喂，奶奶。什么？你愿意去帮我跟刘总解释？这才对嘛！我马上回来。玉兰，成了！我奶奶清醒了，她说她愿意帮我去找刘总解释，这个订单一定是攒的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你好消息。孙秘书，你一向公事繁忙，这次怎么突然回国了？是回国来督察我们国内的工作吗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环宇的创始人周清荣女士。周总，天哪，我何其有幸啊，能够亲眼见到您这位传奇界的商业女王啊！您不是赵耀祖的奶奶周梅然女士吗？周梅然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，她现在医院躺着，深度昏迷，全身多处受伤，很明显是长期遭受暴力，而外界却传言赵家人对她很孝顺。我借用小冉的身份，是想查清楚她的伤到底是谁做的，伤害我妹妹的人绝不放过，我要用她的身份替她讨回公道。原来是这样，周总，您有什么要吩咐的，您尽管说，属下一定办到。刘总怎么不接电话？周总，您看这电话接还是不接呢？奶奶怎么会和刘总在一块儿，还叫他周总？难道……喂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？刘总，您现在在哪儿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上班时间不在公司里面，还能在哪儿？赵耀祖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刘总，我找您是想跟您约个时间，为了带我奶奶解释一下上次的事儿。幸好没有让他起疑心。周总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答应了赵耀祖的邀请。你做得很好，这次该收回欠小冉的最后一笔债了。
果然是我眼花了，刘总怎么可能在这儿？还叫我奶奶周总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爸，你在做什么？儿子，你快救救妈！你爸他疯了，一直打我。这个臭娘们，害我丢了工作！哎，爸，妈，你们别打了，这个家不是还有我的吗？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，奶奶已经答应我去跟刘总解释捐肾的事儿了。等我拿到环宇的合同，要去玉兰了。不行，儿子，你不能听你奶奶的。你奶奶她是个疯子，她是来毁掉我们这个家的。妈，您糊涂了吧？我奶奶不是已经被外公他们打服帖了吗？怎么可能毁掉我们家？儿子，千万不能带你奶奶去环宇啊！为什么？啊？是啊。为什么呀？我也想知道。儿子，你奶奶她就是个魔鬼。妈，你被爸打糊涂了吧？奶奶，走，咱们快去跟刘总解释，孙子的前途和婚事就指望你了。哎呀，儿子，别信他，他欺骗你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帮你？你奶奶现在是六亲不认，还把你外公一家赶出了江城。他怎么可能愿意帮你啊？奶奶，爸说的是真的吗？唉，成器、耀祖，你们看看咱们这个家吧，这可是我生活了60年，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地方。我找外人来对付你们，只不过是想让你们孝顺。你们怎么能曲解我的意思？觉得我要毁了咱们这个家呢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耀祖啊，毕竟是我的孙子，我当然想帮他了。奶奶，我就知道您对我最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天下哪有父母不心疼孩子的？成器，妈的为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只要你们孝顺我，我做不出伤害你们的事儿。奶奶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等这事儿一成，我以后啊一定好好孝顺你。儿子，你真信这疯婆子的话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环宇的合同。咱们呢，先给他哄开心了。等我拿到环宇的合同，这老东西啊，留着就没用了。我已经联系好了精神病院的人，等这事儿一成，他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我儿子能屈能伸，果然是干大事的人。走，走。奶奶，这是我特意给你泡的普洱茶，您尝尝。老东西，喝了这些精神类药物，等会儿宴会上也不怕你反悔了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茶一定有问题。嘿嘿，奶奶，您怎么不喝呀？老东西难道发现了？老东西难道发现了？烫，等凉了喝。那奶奶，这可是孙子的一片心意，您可一定要记得喝。董事长，化验一下茶水的成分，尽快把结果给我。好。
妈，等会儿一拿到百亿订单，我就趁热打铁，直接向玉兰求婚。到时候啊，她肯定会答应。哎，今天可是我的大日子，你们可一定穿得隆重点。哎，还是我儿子有主意。季家就这一个独生女，娶了她，季家财产将来都是咱的。儿子放心，爸今天绝对不给你跌份儿。儿子，你确定你奶奶这次不会作妖吗？嗨，我总觉得她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贴着一肚子坏水呢。妈，您就是太胆小了。我奶，她一个底层的老古董，小学文化，怎么能斗得过咱们3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人士呢？你懂什么你？头发长见识短，再给我唧唧歪歪，耽误了耀子的好事，我打死你！快走吧。走。奶奶，您换好衣服没？姐姐，邵家人不给我饭吃，还逼我早晚做农活，我好害怕。姐姐，我丈夫他是个人渣，他说帮我找你，让我把做工团钱交给他，没想到他却拿去赌，还笑我痴心妄想，说你已经死了。我不信，他就拿扫把打我。姐姐，我的丈夫家暴，儿子不孝，孙子更是自私，我过得好苦啊！姐姐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小冉，小冉，没想到这么多年，小冉一直在找我。对不起，小冉，姐姐来晚了。赵成器，我一定要你们赵家身败名裂！奶奶，您这是……我去，这真的是我妈妈？怎么看起来这么有气场啊？哎，没想到这死老太婆打扮一番，居然跟个女强人似的。奶奶，您这一身也太有气质了。奶奶，宴会要开始了，咱们抓紧时间过去吧。宴会？不，这是你们赵家人的地狱。又见面了？是啊。真的是这发生什么事？这样，哎，赵成器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跟你这种家暴亲妈的禽兽共处一室，我都嫌恶心。呸！就是，科室都把你开除了，你还敢联系我们？哎呀，你们先别急，我岳父上次说那事儿，那都是误会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解释清楚的。赵耀祖，这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最好别欺骗我。季总，您放心，我奶奶自己说了，上次的事儿是老糊涂，我们对她的虐待呢，都是她臆想出来的。所以啊，这一次我特意请她过来，
向大家解释清楚。对。哎，如果你能拿下百亿订单，以前的事儿我就既往不咎。你和玉兰的婚礼，我也不会反对。如果你要欺骗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看的。季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办成。刘总，耀祖讲了，他奶奶会过来亲自解释这个事情。您看这个百亿订单，张耀祖，如果你奶奶的事是个误会的话，我们也会继续考虑将订单给你。但如果不是个误会，我们环宇将会彻底终止跟你们季氏的合作，而你将全面封杀。刘总，季总，你们放心，我真的是大孝子啊。等合同达成，还请您多多关照关照。你们马上就成为周总的下酒菜了，谁还敢跟你扯上关系？哇！奶奶，您看人都齐了，您说要帮我解释，对吧，奶奶？对的，耀祖，我答应的事，奶奶是不会忘的。妈，那就赶紧解释吧，我这同事都在这等着呢。你儿子我评优啊，升院长的事儿就靠你呢嘛。那么就请周女士上台来说两句。来，鼓掌。今天我到这里来呢，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上次合作宴的事。我的儿孙都很孝顺，我们家也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家庭。老太太自己出来澄清啊！说了不起了，是。我律所的领导和同事怎么也来了？妈，是你叫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估计是你爸爸。他这人最爱面子了，一定是他叫过来的，好让你在领导啊、同事的面前风光风光。哎呀，不是我都不认识你们律所的人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你奶奶她？我的儿孙很孝顺，但他们孝顺的方法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。他们不让我上桌吃饭，吃饭都什么？让我这个老太婆日日夜夜辛苦伺候他们，还口口声声说我生来就该为他们家贡献一切。这人怎么这样？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？邵耀祖，这事是真的吗？孝顺，我看是畜生吧。说的就是奶奶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老太婆，你住口！拦住他！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体检报告啊！那是什么？这体检报告全身多处旧伤，左耳因暴力击打失聋，牙齿脱落，软组织挫伤，因常年遭受虐待，营养不良，最近还失去了一个肾啊！少了一个肾啊！而我的儿媳妇却四处造谣我是个多事矫情的老太婆。我的好儿子则稍有不如意就对我拳打脚踢，就像他的暴力爹一样。说你还是人吗？你人模狗样，畜生不如。最后还有我高学历高素质的好大孙，为了他的前途逼我老太婆捐肾。啊！捐肾还真是他做的。这亲儿子亲孙子还口口声声说生了他们就应该为他们负责到底，要我无私奉献一切给他们一家禽兽。没想到赵律师是这种人。他可是我们律所的大红人啊，常说自己私底下对奶奶有多好，没想到私底下这么畜生。
没想到季氏居然找了这种人合作，看来你们都是沆瀣一气的人呐，都该被全行业封杀抵制。哎呀，刘总，我们也是被他骗了，我们跟赵耀祖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！你敢败坏我们季氏的名声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这个王八蛋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哎呀，奶奶，您看你又糊涂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不该带您来这里。因为每一次人变多，我奶奶就容易受刺激犯病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诬陷我们。这是精神分裂症报告。老赵，你家老太太竟然有这病？唉，因为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早就得了精神分裂，常常犯病自残，事后又说是我们弄的。本来我们怕她受歧视，不想告诉大家这个事儿的，但是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奶奶她就是喜欢胡说八道。上一次搞坏了我的生日宴和爸的名声，这次又……对，我儿子说的都对啊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本来这事儿我们是瞒着的，毕竟是我亲妈，我们不想让她遭到非议，更不想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受苦啊。妈，你的命好苦啊！本来该到了享福的年纪了，你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？你快下来吧，儿媳妇给你治病啊！快下来！是这么回事。老赵，你受委屈了。这精神病杀起人都不犯法，谁见了都害怕。哎，要是我妈这样，我早受不了，给她送精神病院了。你竟然能忍到现在。耀祖，没想到你有精神病的奶奶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与其让奶奶受苦，不如让我们多忍一忍。她平时打我们骂我们就算了，可是她今天竟然当众要毁我的前途，还当着我心爱的女人面前让我出丑，我才不得已把这个事儿公之于众的。耀祖，没想到你这么在乎我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老太婆啊，你一个没见识的农村老太太，跟我一个见多识广的精英律师斗，还是嫩了点儿。不愧是精英律师啊，果然留了后手。赵耀祖，为了否定这些年你们对我的虐待，你们费尽心机去伪造一份精神证明，你们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奶奶，您就别嘴硬了。我知道，一个病例您肯定不会承认的，但是您一直服用精神类药物的事实，早晚会露馅了。哎，爸，你不是正好带检验科的同事过来了吗？正好来这化验化验，这真相不就公之于众了吗？哎呀，儿子，确定吗？爸，你就放心验，我早都留了后手了。哎呀，爸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管奶奶的面子了。咱们一家已经被逼到绝路了。老赵，你放心，要是你无辜，咱们科室一定还你清白。那个今年的先进个人也一样评给你。把仪器拿过来。赵家奶奶，只要你一根头发，我们就能验出来你最近有没有服用精神类药物。请吧。哎，这真是到底能不能验出来？检验一下，这谁说的准啊？奶奶，您迟疑什么？只需要您一根头发，就可以把真相公之于众。您难道心里有鬼，不敢吗？我怎么不敢？但是，赵耀祖，我要跟你打一个赌，如果鉴定结果我是精神病，我就立刻给大家道歉，并承认我对你们污蔑造谣。100亿项目的事儿，我也可以给你。奶奶，您看您这又胡说乱说话，您不要说的以为是这订单是您给我的，你以为您是谁啊？
环宇集团的老总啊。如果鉴定结果我没有精神病，你们立刻净身出户，把你们现在居住的房子和赵家老屋全都过继到我的名下。妈，你也太贪得无厌了吧！收我们家的房子也就算了，你作为一个外星人，还惦记着我们赵家的老宅啊！正是因为你那黑心肝的爷爷奶奶，小冉才会受苦。他们赵家的东西，我全都要拿到，再毁掉。怎么，不敢吗？这死老太婆信誓旦旦，难道是没喝那茶？不过我在饭菜里面也下了药，我眼看着她吃下去的，她绝对不可能发觉。耀祖，你还犹豫什么？这可是证明你们一家人是孝子最好的机会。是啊，耀祖，你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差点就被这个精神病给骗了。奶奶，您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既然如此，我赌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有劳。检验光谱显示，周女士的头发里真的含有精神类药物。这原来真是啊！没问题啊，太真实了。有这就是病啊！奶奶，白纸黑字，精神类药物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老赵，是我们科室错怪你了，这次副院长的位置非你莫属啊！耀祖啊，你这日子也太难了，辛苦照顾精神病，他还不领情，到处诬陷你。哎呀，这真是辛苦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我奶奶呀，她只是有病，她自己也不想这样的，所以啊，这不怪她。耀祖啊，叔叔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是这么有孝心的好孩子。玉兰交给你，我已经放心了。刘总，你看现在没问题了吧？耀祖，你也太孝顺了，有这样一个有精神病又爱诬陷的奶奶，你得受多大委屈啊！死老太婆，等着，回去好好收拾你！还有这些办法？哎呀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赵耀祖，你真的以为你赢了？奶奶，看到您病成这样，孙子真的是很心疼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找最好的精神病院来治疗你。我们以后啊，一定会多多看望您的。找最好的精神病医院，让我一辈子都从医院出不来，揭穿不了你们狼心狗肺的真面目吗？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也知道什么情况？周女士，你究竟什么意思？赵耀祖，你们在我的饭菜和茶水里下了药，又留了后手，对这台检测机动了手脚。大家要是不信，可以拿自己的头发去检测一下，结果肯定是含有精神类药物成分。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会这么聪明？不是这样的，你别胡说。用我的试一下。啊，还真是！我的头发验出来也含有精神类药物，光谱是一模一样啊！来，帮我一测一测啊！这王八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也有精神病啊？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检测出来的结果，我一定是服用了精神类药物。赵耀祖，你真聪明，可惜没有用到正途上。你们为了对付一个老太婆，真是煞费苦心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的机器毫不知情，这机器是坏的。机器坏的？
这是我花重金请来的2位专业医生和1台光谱检测仪，上边的是我早上送检的食物和茶水。根据我们专业分析，和机器鉴定，这一份周女士提供的饭菜样品里含有大量的精神类药物，而这就是赵家人每天亲自给我做的饭菜，亲手给我端的茶水。周总，这茶水里被人恶意下了大量的精神类药物，如果多次服用，就会导致精神错乱。这边建议给您做个全身体检。就是因为我说了他们不孝顺我的实情，他们就给我下药，要把我变成一个精神病，让大家以为我是在造谣污蔑他们。为了堵住我的嘴，你们可真是下大功夫了。这家人太坏，他们这一家怎么这样说话可欢的？这样太奇葩了。医生，麻烦你检测一下。这台机器是准确的，所以赵成器不仅不孝，还给他妈下精神类药物，而且为以防万一，还在仪器上做手脚，咬死老太太的精神病的身份。赵耀祖，你是人吗？那个是你亲奶奶，你不仅虐待她，还颠倒黑白，诬陷她是个精神病，我们差点就被你给骗了。这种手法，离婚官司最常见了。没想到你竟然拿来对付自己的亲奶奶，简直不是人！你这个狗东西，你畜生都不如，还想娶我女儿，你做梦！别个死人渣！我怎么又上你的当？跟你谈过，简直是我人生中的污点。我以后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！别打了，儿子，你不是说万无一失了吗？再这么下去，名誉、工作都没了，房子和老宅都没了，我这下全完了。这个人就是欠揍，哪有这样的孙子？小冉，你看到了，我用你的身份，让每个人都看到了你的委屈和痛苦，让这群白眼狼恶有恶报。妈，你就这么恨我们吗？1把年纪了，还委屈什么呀？耀祖还年轻呢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！你为我们这个家奉献一点又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一个母亲最大的无私是生你、养你、托举你，奉献一切。因为是母亲，是奶奶，所以就一味的忍让、退让，到头来没有得到孝顺、尊敬，得到的却是欺辱、怨怼。既然儿孙不孝，那我这个奶奶不做也罢。从今天起，我周美冉要跟你们赵划清界限，彻底断亲。你这个死老太婆，半截身子都入土了，你还想断亲？没了我们养你，你迟早会饿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跟周总这么说话！你们放心，周女士的养老由我们环宇包了。周女士，让您受委屈了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环宇的项目负责人。好，这100亿订单是您的了。不可以！我才是社会精英，我才是那个真正有资格拿到100亿订单的青年才俊。刘总，你三思啊！虽然赵家混蛋，但他一个农村老太太，这个环宇的100亿订单怎么能跟他谈合伙人呢？他不行，难道拿了他一个肾的你就行吗？你这是质疑我们环宇的决定呢？周女士，以后您就是我们环宇的合伙人了。为了您落脚方便，我们给您开通了 VIP 总统套房，随时欢迎您入住。辛苦你了。
你们从小冉身上吸血得来的名声、地位，现在全部该还给他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恭喜恭喜！奶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我求求你，把订单给我好不好？是啊，妈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你小学文化，你怎么能消化了这么大订单呢？哎，给耀祖吧！啊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赵成器，你还真是厚脸皮，还真是能伸能屈。真吵！把这几个丧家之犬给我扔出去！干什么呀？滚出去！你俩滚出去！你这里滚出去！对，太好了！好。哎呦！快走，滚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我就说这老太婆不安好心，耀祖，你怎么不听妈的话呀？要是不把她带过来跟刘总解释，咱们至少还有个家呀！妈，你怎么净回马后炮啊？要不是你当初对奶奶不好，奶奶会被你逼的跟我们反目吗？要不是你让她去下水救狗，她会对我们寒心吗？你们在台上，你这么个败家娘们儿啊！儿子，我们走。谁联系的我们精神病院？患者在哪儿？这不是抓老太婆去精神病院的医生吗？是他，他有精神病，抓他！苗翠花，你觉得咱俩谁更像精神病呢？我呸！你这个死老太婆，等你进了精神病院，我让你生不如死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抓我干什么？抓他呀！迟点，不然现在就电你！周总，好消息，医院那边来电话，说周女士有醒来的迹象。走，去医院。这是我的家，神天的封条，有种给我站出来！分，你拿分我！王八羔子，还敢回咱们小区？不孝的东西，滚！这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，你招家务惯，快滚！爸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不仅工作没了，钱没了，就连房子都没了。儿子，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。爸决定了，我先回老宅啊避避风头，大不了啊从头再来。喂，哎，村长，什么？我们老宅的房子被推了？村长，我妈的那些事儿，那都是谣言呐！咬你妈个头！你当我们村里不通网的？你对你妈做的那些丧天良的事儿，网上都有新闻了。族谱已经给你出名了。哼，以后敢回村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去你的！这死老太婆结暴害得这么惨！儿子，我们老赵家彻底完了！你奶奶一点后路都没给咱留啊，老天也不够啊！小冉，你快点醒来吧，姐姐已经为你报了仇，以后让姐姐好好宠你。周总，你别太激动了，医生说这几天周女士就会渐渐苏醒了，你可要保重自己啊。好，不激动，我不激动，我要养好身体，健健康康，和小冉一起生活下去。
哟，这不是咱们的金牌律师赵耀祖吗？怎么沦落到在街上捡垃圾了？他这种不孝子孙，活该！奶奶和刘总怎么在一起啊？周总，您请。怎么回事？刘总跟我奶奶怎么一起来了医院？难道他们早就认识？病床上怎么还躺着一个跟我奶奶一样的人？不对，她才是我奶奶。这个祸害我全家的老太婆是别人伪装的。难怪之前她唯唯诺诺，现在突然性情大变，手段狠辣，原来是换了个人。这个老太婆冒充我奶奶，就是为了毁掉我赵家。只要有这份证据在，我就能向季总解释，是这老太婆恶意冒充毁我赵家。到时候季总就能原谅我，玉兰就能跟我复合了，那我失去的前途和地位就都能回来了。你怎么？周总，你怎么还亲自动手了呢？给周女士的擦拭身体的这些事啊，交给护工就行了，怎么能辛苦您呢？幸好我躲得快。唉，外人怎么有我这个亲姐姐这么细心呢？姐姐，原来她就是奶奶60年前失散的亲姐姐。看样子刘总和她关系不浅啊，可她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现在只想照顾小然。刘涛，百亿订单的项目就交给你吧。是。他把百亿订单给了刘总，原来他们两个早就勾结好，去外面毁我赵家名声。他们是想套取环宇的百亿订单项目。喂，是环宇的纪检监察部吗？我要举报你们环宇的刘总违规贪腐，勾结外人，套取公司项目。他们玩我，差点害老子陷入万劫不复。这一次，我要揭穿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让你们万劫不复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小然，你醒了。小然，你怎么样？我是青柔，是姐姐呀。是我，小然，我不是在做梦了。姐姐，是我，小然，一根藤蔓2个瓜。一根藤蔓2个瓜，生来相伴不分家。就算风儿吹走它，早晚也会回到家。姐姐终于找到你了，小然。这些年你受苦了，姐姐。姐姐，我等了你6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你再也不要抛下小然了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姐姐在外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就想着和小冉一起享福。啊，对了，我的公司叫周总，属下有事汇报，请您出来一下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先隐瞒我是环宇创始人的身份？她可是我亲妹妹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先隐瞒我是环宇创始人的身份？她可是我亲妹妹。周总，您先别生气。我知道周女士是您的妹妹，也知道您找了她60年，但是周女士，她毕竟是赵成器和赵耀祖的亲妈和亲奶奶，血浓于水。万一她心软了，反过来帮着赵家人一起来对付您呢？小冉不是那种善恶不分的人。我知道，周总，您的每次决定都不会出错，但是万一呢？再说，您位高权重，财富无限，万一赵家人知道了您的身份，又知道了周女士对您的重要性，他们一定会在周女士的身份上做文章。到时候，周女士的处境恐怕会更危险啊！说得对，既是为了小雨着想，暂时不能公开。我是环宇集团创始人的身份。小冉，姐姐开了家小公司，这些年过得还不错。你的治疗费用啊，就不用担心了。姐姐，你有自己的事业真好。这些年我除了会做家务，什么都不会。对了，我成家了，有了儿孙。不过他们对我……姐知道，儿孙不孝顺，不怨你，你安心治疗。至于赵家那边，姐姐会帮你摆平。嗯。哎呀，成器，你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来人呐！妈，你救救我，救救咱们一家人吧！我跟耀祖被这老太婆逼得都快走投无路了吧？什么走投无路了？妈，你是不知道你那个姐姐她有多恶毒啊！我用你的肾，刚跟人家季总打上交，她一来就搞毁了我的前途，搞坏了我的名声，收缴了我们的房子，甚至连老宅都没放过呀！妈，烧了赵家的祖宅，姐姐这是在帮我报仇吗？妈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大团骨头连着筋呐。我们以前是有点对不起你，但毕竟我是你亲儿子，耀祖是你亲孙子呀。那老太婆她是个外人呐，妈。奶奶，我和爸已经反省过了。其实我们以前想对你好的，都是我妈她不让，而且那些对付您的那些坏主意都是她出的。我们已经把这个罪魁祸首送进精神病院了。以后咱们祖孙3人一起好好过，成吗？你们让我怎么办？奶奶，您只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，您才是真正的周美冉，他就是个冒牌货，这样我们就能拿回房子，拿回前途和一切。到时候我就能洗清不孝罪名，还能把这死老太婆和刘总一起送进局子里。她是我的姐姐，
不能害他。妈，你糊涂啊！你将来的养老还要靠我们呢，我们过得不好，你这个当妈的能好到哪去？妈，你生是我们赵家的人，死是我们赵家的鬼，别忘了我们赵家的规矩了。奶奶，您别怕，你只要帮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发誓以后好好孝顺你，给你买大房子，给你请保姆，再也不让你干活，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答应你们。奶奶，您这才是我们的好长辈嘛！哎，玉兰，玉兰，玉兰！赵耀祖啊，你要脸不要？你毁了我们季家和怀宇的合作，你还敢上门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玉兰，我能拿回环宇的项目。你看这个，这怎么会有2个你奶奶？你看这个老太婆根本就不是我奶奶，她冒充我奶奶，故意跑到我的会场上大闹，毁坏我的名声，就是为了拿到环宇的白订单。这怎么会呢？玉兰，商场上的人有多么下作，你也知道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奶奶突然变得那么狠。玉兰，之前是我糊涂，被他骗了，连累了你和季家，但我的人品你又不是不清楚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就是怀孕白订单的揭幕式了，只要你带我和奶奶进去，我就能当众揭穿他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也能拿回环宇的项目了。好，我再信你最后一次。赵耀祖啊，但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告诉你，这一次，如果你再敢骗我，我一定会打断你的腿。我说到做到。玉兰，这一次千真万确，我一定能拿回环宇的项目。最后一次。准备好了吗？怀宇的揭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也是厚着脸皮才要到了入场通行证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奶奶也说了，今晚会帮我们。不过，我怎么瞧你奶奶不是很乐意啊？我奶奶她刚生完病，精神不好。奶奶，您今晚一定要说实话，把这个毁掉我们赵家的老太婆绳之以法。奶奶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了，我说实话，我已经说真话。哎，奶奶，你记住啊，等一到了宴会，你就立刻指认你姐姐是冒牌货，说她来毁掉我们家是为了和刘总合谋骗取环宇的百亿订单，其他的话交给我啊。妈，你可千万不能忘恩负义啊！要没有我们赵家，60年前你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今天这事要是成了，以前的事儿既往不咎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要是不成，你这辈子也别再想过好日子了。老天爷呀，我怎么生下这2个魔鬼呀？我知道了。度过了今晚，荣华富贵、前途无量，就都是我的了。欢迎大家来到环宇集团100亿项目的揭幕会。在这里，我想邀请一位对环宇集团非常重要的贵宾上台讲话，那就是100亿项目承接人周美冉女士。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也感谢环宇集团对我周美冉的器重。都到这时，
还在冒充。大家听我说，她才是我奶奶周美冉，而她就是个冒牌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两个老太太长相一模一样，除了气质不同，站一块还真难分辨呢。可是她为什么要冒充一个老太太呀？哼，这个问题就该问我们的刘总了。这个老太婆其实是我奶奶失散多年的姐姐，她居心不良，冒充我奶奶，四处污蔑我们赵家不孝，让我们失去和环宇的合作资格，目的就是为了和刘涛里应外合，套取环宇的100亿订单。啊？什么？刘涛可是环宇国内的骨干，竟然和外人合谋夺取公司的项目。我就说环宇为什么让一个农村老太太来做100亿项目订单的负责人，原来是这样。100亿项目，这油水该有多足啊！环宇内部贪腐，这可是大新闻。周总，周女士还在他们手里，可能会对你不利，要不要清场？不必，这些小伎俩。死猪不怕开水烫。这人是谁啊？那么大排场啊！陈总，环宇集团纪委监察部的负责人，有他在，就算刘总是骨干，那又怎样？陈总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环宇集团绝不允许有内外勾结、贪赃枉法的腐败人员。环宇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公谋私。刘总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我只能代表环宇请你跟我走一趟。奶奶，你说呀，你快告诉大家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冒牌货，故意诬陷我们，故意报复我们家，就是为了套取环宇的100亿订单。不要对我妹妹动手，我让你赵家吃不了兜着走。奶奶，你哑巴了？你忘了你怎么答应过我了？你只需要一句话，他就立马能进局子，咱们家就能过得好。妈，你在等什么呢？赶紧说呀！小冉，不害怕，姐姐在。姐姐，我姐姐说的都对，姐姐把我所有的委屈、痛苦都说出来了。奶奶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才是一家人呐！我让你指认他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看看吧，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孝顺。这老太太咋成这样？我8岁被他们家收养，他们就整天打我骂我，让我没日没夜的去干农活。他们说我是他们家的童养媳，就该为他们家操劳到死。哎，真可怜。我的丈夫打我，儿子不孝，孙子势利，逼我捐身换前途。哎呦，他们怎么忍心啊！天哪，周女士，您真是受苦了。这群姓赵的，简直都是魔鬼！明明是禽兽，还把自己包装成孝子。赵耀祖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骗我1次2次也就算了，你还要骗我第3次，我还差点被你当枪使。奶奶，你说过你要帮我，我可是你的亲孙子。你们是我
我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孙子。你们可以欺负我一辈子，我也可以忍气吞声一辈子，可是你们不能欺负我姐姐，那可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姐姐，这世界上只有姐姐关心我，就算姐姐一无所有，没有钱，没有权，我也要跟姐姐在一起。奶奶，你是心疯了，放着一个好好的孙子不要，要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姐姐。好，你不帮我，我不在乎。反正刘涛和这个老太婆已经串通盗取环宇的资产，涉嫌商业诈骗，他们这个牢坐定了。坐牢又怎样？姐姐你放心，即使你坐牢，我也要陪着你。我们已经错过了60年，以后谁也不会把我们分开。小冉，有姐姐在，你放心。赵耀祖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得罪谁了。得罪了谁？不就是一个半截身子都快入土的老太婆吗？环宇的纪委陈总在这里，你他妈还在装什么？你是个骗子，心理素质高。但我告诉你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。刘总，得罪了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一趟。哦，是吗？把环宇集团监察部门的任职信息发给我。死老太婆，你他妈还在装！环宇的纪委监察部的任职信息，你他妈配看吗？喂，没错，我是陈七。什么？不，陈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周总，我们都是被赵耀祖给蒙骗了。我不知道您在这儿主持大局。请恕罪。天哪！请周总恕罪。请周总恕罪。这是周总是吗？周总什么？他们管他叫周总？周总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连陈总都这么毕恭毕敬，他难道是？不错，我就是周清荣，环宇集团创始人、董事长。环宇集团的每一分钱、每一个项目、每一个人都由我负责，所以你说的盗取项目、贪污资金，这个根本就不存在。老天，竟然是环宇创始人，一个坐拥亿万资产的商界女王，难怪这么有气质！天啊，我们竟然见到了华语界传奇之王！环宇集团的创始人，商界女王，1亿资产，这怎么可能？妈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大爷，你就原谅我一次。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一时想不通。妈，原谅我一次吧。大爷，我可是我妈的亲儿子，将来我还得给你们2个人养老送终呢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还想着用养老去糊弄老太太呢？想攀亲戚，
你都这样对人家妹妹了，没把你弄死都算脾气好。就是，妈，我已经孝顺过呀。10岁那年，我还亲手给你煎过鸡蛋饼的，当时我差把我手都烫坏了呀。妈，你记不记得啊？你小时候是孝顺过我，可是后来，你看你爹经常打我，你就有样学样，也开始打我了。你们赵家人从根上就坏了，放开我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我周美冉从今天往后与你们赵家断绝所有关系，永不相认。妈，我错了，妈，我错了。奶奶，我求你饶过这一次吧，我可是你最疼的大孙子。滚开！赵耀祖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们季家，害我们损失惨重，你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全身而退吗？玉兰，我错了，我一定可以劝奶奶回心转意的。我可是环宇创始人的侄孙子，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啊！一片光明，我看你是穷途末路。动手！我的腿，儿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从今往后不许让他再进海城一步。是，季小姐。走。大姨，小冉，你不会怪姐姐对他们太狠了吧？我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太软弱了，不够坚强。活了60多岁，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人生只活一次，人老了更要爱惜自己。秦源不是免死牌，不值得自己无底线的忍让，不是所有的亲人都值得原谅，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值得留恋。小冉，以后有姐姐在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知道姐姐，你说过，我们俩就是一根藤蔓上的2个瓜，一起出生，一起长大，血脉相连，即使偶尔分开了，也会再相聚，相依相伴。姐姐，我一直相信你会找到我，带我回家，所以我才会熬到现在，撑到现在。姐姐，周总、周女士，赵家的事情已经全部处理妥当，所有不实的言论都已经澄清，百亿项目也归于刘总负责，正常推进。周总，这是为周女士准备的房产、车辆、银行卡，安排的护理团队和私人医生也全部就位。好。小冉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传令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小冉的话就是我的话，环宇集团任何人不得违抗。是，周总。小冉，大夫说你恢复得很好。姐姐，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过上这样有福的日子。以后的每一天呐，都会比现在好。我们一起去旅行，一起看风景，一起吃好吃的，
要把前60年没享的福呀都给补回来。爸，我饿，有的饭先让你吃啊。你说我这腿还能好吗？好不了，爸养你一辈子。是你奶奶吗？啊！奶奶，奶奶，我们错了，我求求你们饶过我。妈，我是程家妈，救救我们吧，给我们一口吃的，我保证以后好好孝顺你们呀，妈。周总，要把这2个乞丐赶走吗？小冉，你决定。人这一辈子，不管到什么年纪，都要学会断舍离。坏的人，坏的关系都要舍弃。我这一生已经为他们苦够了，以后我只想和姐姐一起好好过日子。我们走。奶奶，妈，奶奶，小冉，我们已经错过了60年，好在有上天护佑，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弥补过去的遗憾。姐姐，以后我们姐妹俩永远不分开。